福建号航母的正式下水，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，全球范围内第二个三航母大国。但过去的我军曾分析，预判日本和印度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三航母大国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中国是怎样对印度和日本完成航母事业上的赶超的？且听虎妞详细分析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，我是虎妞。随着解放军第3艘航空母舰福建号的下水，中国正式宣告成为世界上拥有第3艘航母的国家。可以说，这个实力当前在全世界超过了印度和英国的2艘航母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3航母强国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10多年前解放军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先拥有3艘航母，而是认为印度和日本将率先服役3艘航母。没想到时过境迁，中国在航母之路上遥遥领先印日，这可能超出了当初解放军的想象。在2011年，我国辽宁号航母服役的前一年，我国军科院发表了军事研究论文进行分析预判。论文中提到，中国航母起步的追赶对象不是美国，而是日本海自和印度海军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分析，印度海军和日本海自正在大量发展航母力量。其中，印度海军当时在俄罗斯的协助下，改装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，而国产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也在建设中。维拉特号航母但当时还没有退役，照这么一算，印度海军在2014年以后便会拥有3艘航空母舰。日本海自同样如此。虽然日本还没服役真正意义上的航母，但是他们可以在其装备的所谓直升机驱逐舰上做手脚，加上从美国购买的 F-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，可以勉强改装3艘直升机驱逐舰，当作阉割版航母来使用，具备成为3航母国家的潜力。本着料敌从宽的原则，日本和印度都有可能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3航母国家。那么中国也得相应的发展航母，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海上贸易线和东海地区的主权。军科院认为，解放军至少要在未来也要陆续建造入役3艘航母。而2011年后，南海、台海和东海发生的一系列情况，更是让我们感到警惕和担忧。尤其是再加上美国重返亚太，屡次向南海、台海地区派遣军舰，局势正在朝向不确定性发展。解放军对航母的需求非常急迫，这也印证了我军科院论文对形势研判预测的先见之明。因此，中国航母的发展被按下提速键。为了争取最快的时间内建造航母入役部队，并形成战斗力，以缓解解放军的海防压力，辽宁号的后续舰艇山东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改动便快速建造。由于我科研人员在辽宁号上积累了足够的经验，所以建造山东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。而原本打算发展的蒸汽弹射航母计划，因为电磁弹射器的顺利发展而被取而代之，并在设计图上做修改，改为使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，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见到的003型福建号航母。不过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上看，日本海自忙活了10多年，也只不过是改装了一艘直升机驱逐舰，刚刚在舰上起降了 F-35B， 完成了战机部署，剩余的舰载机还得等美国在几年时间里慢慢发货，形成战力更是猴年马月的事儿。至于印度海军，维拉特号航母因为舰龄问题不得不退役，维克拉玛蒂亚号航母比辽宁号服役的还要慢，维克兰特号勉勉强强算是建造完成，准备服役。啥时候形成可靠战斗力，那也是非常玄学的一件事儿。毕竟印度人的办事效率，只能说大家都懂。反而是解放军在航母之路上进展神速，辽宁、山东2舰早就形成了完整战力，福建号航母也已经下水，远超军科院分析人士当年的想象。从侧面也说明中国造船工业的实力有多强悍。中国也赶在印度和日本这2个亚太军事强国之前，率先成为全球范围内继美国之后的第2个3航母国家。那么为什么印日2国到现在都没有成为拥有3航母的国家呢？虎妞认为，印度在建设航空母舰上面过于好高骛远、好大喜功，经常在航母建设过程中不断变动航母设计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不断改动设计，试图加强战力，使航母建造工程为小学生写作业一般的儿戏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
而且缺乏明确的战略指导和工业能力。所谓的国产航母更多是采用万国牌部件拼接而成的缝合怪，建造航母根本没有足够的造船工业和能力，没有国外技术的支持，印度自己是整不出来航母的。日本的情况要比印度强不少，日本的造船技术和工业能力完全可以建造印度无法建造的航母，但是日本只能建造一艘航母的船壳，像航母的子系统和其他配套组件完全无法生产，更别说日本还缺乏整合能力。要知道，中国航母计划相关的配套产业公司数千个，涉及数十万人和数百个项目领域。就像辽宁号航母的前身苏联瓦良格号航母总师曾经说过的那样，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这样伟大的作品。日本现如今根本不具备独立自主建造一整个航母系统的能力，必须有求于人。当然，可能会有网友拿二战日本建造大批重型航母的例子举例，反驳虎妞。但虎妞要说的是，二战的航母和今天的航母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和一个技术水平的东西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可比性。而中国相比印日两国，从辽宁号的改装上摸索了10年时间，后续又在山东号的制造上积累了航母建造的经验，加上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齐全和强大的造船工业实力，以及航母的整合能力，对比印日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因此从这些角度出发，也不难看出为什么中国的航母发展要比印日顺利得多，能实现全球第2个3航母大国的奇迹。